比特币的震荡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的日线盘面，那从日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如果我们纵观我们自从15500以来的上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量能啊，尤其是多头的量能，它正在不断的萎缩。你可以发现，我们自从前面第一次上涨的量能，它大约在这种水准。那我们随后呢，量能就是不断的降低。每一次的上涨都在降低，那其实这当然是不好的状况。比较健康的上涨应该要走成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啊，它的量能也是不断的增加的。随着我们价格升高，我们的量能呢也在不断的往上增加。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多头量能啊，它自从我们这整波上涨从15500以来呢，我们就一直走量能下跌的走势。我们这边只讨论多头量能，那空头量能的话，我都认为是调整，它都不是主导的那一方。那其实我们可以复盘一下我们在前面几次，其实我们一段多头行情在走向终点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讨论的是大段的多头行情啊。如果说是小段的上涨，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这边只讨论至少是日线起跳的这种多头行情。像比如说我们当时啊在走这段上涨的时候，这个回调，它其实是有预兆的。你可以发现啊，我们这波上涨，它其实在上涨的过程啊，它的量能已经逐步的在衰减了。那直到我们说到地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暴跌就来了，回调就来了。还有我们在后面的这一段多头上涨，你也可以发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上涨量能非常的充沛，那直到我们后面呢，我们在最后做冲锋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量能呢跟前面已经有很大一段的差距了。那随后，空头展现量能之后呢，行情就发生了逆转。其实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当时走出顶部的时候，我们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情况，也就是当我们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的时候，我们先不讨论价格的衰竭，我们就只讨论量能的情况。你也可以发现，我们的量能呢，它也是不断的在衰竭的，直到我们最后到顶部的时候呢，居然是缩至地量，这绝对是有非常严重的警示作用。那如果我们看一段比较健康的上涨呢，像比如这一段呢，它就非常健康，我们价格在上涨，我们这几段基本上可以分成3段的上涨，它的量能呢是不断的在增加的。那直到我们后面，像后面啊，你可以发现它其实就没有像我们走这种衰竭的上涨啊，然后也没有走这种多头量能在衰减的过程。不过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走了一个很大的派发区间。我们这个派发区间，它光走的时间就已经走了95天了，95天了。那这种95天的派发呢，95天的箱体啊，它是绝对有机会可以改变我们这波上涨的趋势的。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派发箱体啊，它可能界限并不明显的话呢，那我们也一定可以看到它量能在衰减的这种过程，量能在衰减，多头的量能随着上涨在衰减的这种过程呢，它绝对是对于多头有很大的警示作用的。那你可以发现，我们目前呢，其实也是走这样的行情，多头在衰减。不过呢，我们复盘呢，我们一样可以得出，其实如果我们接下来要走空头啊，我们一定要看到空头量能开始变大了，这个其实是可以被解释的。因为我们要看到空头量能开始变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现在的位置啊，如果说接下来要暴跌，哇，那主力肯定要在暴跌之前能卖多少货是多少货，所以他们肯定会在这种区间，尤其是比较顶部的区间，去卖很多货。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阴线真的有很明显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我们就观察下方的这个区间的话，我们真的有看到很明显的派发过程吗？我们就单就这个箱体，或甚至我们讨论的周期稍微大一点，我们就拉这样的箱体，派发过程真的有很明显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如果我们再搭配多头的量能来参考交叉比对的话，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派发的过程呢，在不管是这个箱体或者说这个箱体呢，都是不明显的。所以，即使它要产生那种很大级别的空头啊，我个人也会认为它还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至少我们在接下来，我认为见到这种暴跌的机会是不大的。不过呢，如果我们要走一段这种健康的多头啊，我们就一定要看到这种有量能又开始爆出来了。像比如说
我们之前有看到这种级别的量能又爆出来了，那我才会认为我们接下来的多头它会走得比较顺利，会走得比较远。那如果说上涨的过程我们又没有看到量能的话呢，那么我们后续即使有上涨，我相信它也走不了多远就会被终结掉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整段的结构好了。我们之前有从周线帮大家画一下之前有很多朋友呢都说，为什么你的上涨不是五浪啊？上涨本来就没有规定要是五浪啊，那要看它是调整是这个调整浪还是攻击浪。这边呢 ，OK。我们画这边是夸张了它顶多就是到像这种地方，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以当前的情况来看，那我们目前在盘面上有出现过3段的回调，这3段的回调呢，我们分别把它给测量一下我们测量的方式呢都很公平我们就是从这个最高点然后一直量到我们行情的起跳点，下一段行情的起跳点，这里61天，然后呢，我们在上一段，我们从最高点量到最低点的位置呢是15天，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这2段的回调呢，它很明显就是不同级别的，一个61天，一个15天，级别肯定不相同。那我们后面呢，我们从这个最高点一直量到现在，那你可能会说，你为什么不量到最低点？因为最低点还没有出现，或者我认为我们现在出现的这个低点呢，它不是最低点，因为我们目前走的这个上涨它一点都不像是一个我们下一段趋势的起涨的样子，一点都不像那我会认为我们要开启多头呢，即使要开启多头，我们都还要再重新找一个起涨点这个起涨点呢，我认为目前看起来呢，就也观察了几天了，我们从8月2号到现在也有将近10天吧，目前认为它是不合格的。但你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再继续往下走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就到今天就好，我们已经走了29天了。那么我们这3段的回调呢，它其实级别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级别是最大的，当然它时间最久嘛，所以我们把它画成是这个X 的这个回调。那我们前面的回调呢，它是15天，那我们在这里走29天，它合不合理呢？它其实合理但如果说再更长的话，就不合理了。如果说再更长，比如说我们又走了20-30天的话，那我们这里的调整它就比前面这里的调整很接近，或者说更长那不过我们在波浪上面呢，它是不同级别的这种调整，那么就可以显示我们原本画的是错的。那如果我们原本画的是错的，我们后面还有一波上涨的这种想法呢，其实就是不成立的。我们后面再走一个这个点 B 的这个起始点呢，会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但我们重的是结构嘛，所以我们就画一个点，就是点到为止，然后我们后面呢再这样上涨如果说我们后续的回调它时间又超过的话，就比如说它在这里又走了20-30天的这个震荡，那我们这个点它就会拖得很长。那如果是拖得很长，那它跟前面的这个 X 的回调61天的回调，那它怎么可以说是级别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就会很奇怪如果说我们又震荡更久的话，那我们后面还会不会有一段上涨？这个就真的，我会认为就几率越来越低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说它又还没有找到好的起涨点上去的话，那其实这个多头的希望呢就越来越渺茫。好，那我们再切到4小时吧。我们切到4小时呢，我目前呢最关心的就是这一条了，这条趋势线目前测试了2次，然后又回到这个地方了。那我就会认为我们之前所走的这里起涨，它就是不成立的，它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起点。我相信它还会再找到另外一个起点的。另外一个起点会什么时候出现？这个不好说，但是我会认为要在20天内吧，差不多3周之内要出现，不然就很不合理了，就真的很不合理了，就真的太夸张了。这边震荡时间太久了。那如果说走空头的话，其实我目前真的是没有这种趋势的空头的这种计划，趋势的做空的计划是没有的。或许短线是有机会，但是趋势的话，目前是看不出什么机会的。其实我们震荡在这边震荡很久，对不对？
其实震荡的越久啊，那就代表我们离真正要出方向的时间呢越来越近了。所以现在我反而会开始比较密集的盯盘，就等待它出现的那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做进去。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如果你还没有 Bybit， 你想要有免费的合约仓位的话呢，你只要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 ，KYC 入金$100，就会立即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这可是真实的合约仓位，也就是你赚钱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使用这个链接。这个活动呢，这是极少数的人才可以有这种活动，一般都是没有这种活动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